这里是……啊，希儿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吧？这里据说是在长空市被毁之后，当地的居民们自发建造的棚区。因为这种特别的构造和形状，这里好像被当地人称为巢。啊，你是……希儿姐姐，还有应该是苏莎娜姐姐吧？你们好。小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等等，希儿，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啊，所以小空就是特斯拉博士他们说的向导。就是这样啦。我们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吧？这次就轮到我来帮助希儿姐姐啦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你，小空。那个，这位小姐到底是……啊，抱歉，苏莎娜，我都忘了跟你介绍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是在圣痕计划启动的时候，在月球上认识的。第一次相遇是在地球之外。天哪，这也太梦幻了吧！不过，小空，既然你是我们的向导，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也有过什么特殊的经历吗？过去，我和其他被老师收留的孩子们都生活在这座长空市。更具体的说，就是生活在这片棚区，老师把这里称为巢，我们便是巢里的孩子。小空他们为了补贴家用，都曾经在附近做过拾荒的工作，这里的街道巷弄乃至暗路密道，他都了如指掌。希儿姐姐，我没有那么厉害啦，你可不能太相信莱尔说的话。不过，我们的确很熟悉这里，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嘛。那太好啦，这座城市冷冷清清的，东南西北都差不多，却连个问路的人都难找。我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不开导航简直就寸步难行。怎么了，希儿？我只是在想，报告上说无冒者在长空市组织了许多次袭击活动，对吧？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也确实在市区边缘遭遇了由机甲组成的封锁线。这样想来，无冒者似乎是一个行事风格相当张扬的暴力团体。但为什么街道上还是这么冷清呢？虽然这里的确没有多少市民，我们却也没有发现任何疑似无冒者成员活动的痕迹。这样说起来，确实有点古怪呢。无冒者可是号称有几百个成员，比一个村的人都还多呢。其实，不是那样的，希儿姐姐。无冒者虽然自称势力庞大，但他们并不在平常招摇过市。据说，他们只会在发起袭击的时候现身，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袭击，然后抽身离去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谁真正见过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子，所以才叫无冒者啊！怪不得我调查了好几天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原来如此，这样一来，大家就更不敢上街了。比起双眼能看到的危险，潜藏在阴影里的恶徒要更加恐怖，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现身。哎呀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该不会潜入侦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和他们擦肩而过了？不过既然他们没有对我出手，说明我的伪装还是比较成功的吧。不过，长空市的重建工作进展得很缓慢，这里本来就没有几户常住人家。大崩坏刚刚结束的时候，确实一度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来，有的是想要重建家园的原市民，有的是窥见了机遇的商人，有的只是来碰碰运气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能坚持留在这里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了。
是因为其他地方的机会更好吗？确实可以这么说。毕竟长空室荒废的时间太长了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搭建，而这需要非常多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而且，可能是因为长空室的崩坏发生的比较早，大家都习惯了它破破烂烂的样子，所以在大崩坏之后，也没有给予这里足够的关注。不过，从好的方面想，崩坏的确不会再威胁这里了。虽然现在的天命也处在应接不暇的状态，但只要意识到问题，大家一定会努力给出应对的方案。而且，在这种时刻引导大家，也正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担负的责任呐。希儿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当然也会尽一份力的。希儿姐姐，苏珊娜姐姐，谢谢你们。就算是现在，也还是有人坚持留在长空室，坚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乡。我想，总有一天，长空室一定能重新成为一个大家都愿意来居住的城市。苏珊娜，希儿，这孩子，我好喜欢他呀！苏珊娜姐姐，听好了，苏珊娜，作为女武神，我们一定要把无冒者一网打尽。可是我不是女武神呀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去勘察无冒者出现过的地点吧，给他们也来一个突袭。啊，这么说来，他们昨晚确实在附近出现过。嘿，那就拜托你了，向导。哼，果然有无冒者的机甲呀，直接打爆他们！拜托了，另一个我在这里和他们战斗，没办法，可能会波及到附近有人居住的棚屋。希儿姐姐，把敌人引到我这里来吧，我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对付他们。给不住了！咻咻！这儿！和我一起战斗吧！是。对不住了！昨晚无冒者出现过的地点就是这里。这里似乎是一片居民区，是有哪户人家被袭击了吗？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听到传闻说这里昨晚有人看到了无冒者的成员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不会错的。长空市临时治安维护所昨晚23点54分接到市民的报警电话，但据说赶到现场时，犯人已经逃走了。当时报案的市民的确就住在这一带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先向这里的居民打听一下情况吧。谁啊？你好，我们是天命调查部队的。天命？哼，先是盗窃，然后是抢劫，这回轮到诈骗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们真的是天命的人。我才不信！天命要是还记得长空室，哪轮得到你们这些人为非作歹？药房也被洗劫一空了，家也被砸了，这破地方的警察根本靠不住。好不容易躲到这里来，居然还能被找上门，我受够了，真受够了！洗劫？你是袭击的受害者吗？
请等一下，我们真的是天命的女武神呀！是又怎么样？都无所谓了。现在我可谁都不怕了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哎呦，又有新面孔来了！哎，你们该不会是新搬来的？要不要进来喝杯茶，聊聊天？不用了，老伯伯，我们是天命的特殊调查部队，是来处理吴茂者事件的。吴什么？什么？吴茂者，您没有听说过吗？记不清喽。这几年世道啊，变换得太快，新词儿啊，那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哪儿还能每个都记得清楚啊？这样啊，那您最近在这附近看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事情吗？可疑的，那可太多了。街对面那个卖米的老头就挺可疑的，我一直怀疑他家的秤底下有吸铁石。还有住北边小仓库里的那个老头子，一天到晚蹲在家里，见了我也不打招呼，只知道低头跑掉，看着像做贼似的。哦，还有啊，听说最近城里有个穿风衣的女娃娃挺可疑的，已经有不少人在议论了，好像是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，叫苏什么来着？哦，这条线索很关键，您能具体描述一下她的长相吗？希儿，你拉我做什么呀？老伯伯，谢谢你，这几条线索我们会记下来的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年轻人都忙着干活去了，能有人陪我说说话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在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来自天命的特殊调查部队，来这里处理吴茂者引起的事件。请问你知道昨晚这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吗？天命？哦，就是那个全世界都有名的救灾组织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你们总算要来接管这座城市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还没有到那一步，但我们已经在努力腾出人手进行相关的工作。所以关于昨晚的情况，哎呀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就拜托快点行动吧。现在的治安太差了，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团伙就弄得大家人心惶惶，连出城的路都让他们给封上了。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，我可以向阿姨保证，我们还会继续对其他不法行为追究到底。所以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哎呀，解决了就好，解决了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听说天命正在资助受灾城市，是不是很快也会轮到我们呢？这个我们也会尽快调集人手的，还请你再耐心等一等。我们只是调查人员，暂时还不能向大家许诺这些。所以昨天晚上阿姨有在这附近发现任何可疑的人或事吗？晚上？哎呀，最近这么乱，晚上我们怎么敢出门呢？这样啊，没关系，谢谢阿姨配合。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呢。奇怪啊，报案人应该就是住在这一带啊。啊，那边好像还漏了一间屋子没有检查。希儿，我们快过去看看吧。希儿姐姐，你在写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正在写刚才听到的各种消息，不小心走神了。刚才我们不是没有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吗？不一定是吴茂者相关的消息。住在这一带的居民需要物资补给，
还要注意协调迁入人口的邻里关系，以及各种治安隐患。这些都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力不从心或者疏忽了的地方。即使和这次的调查任务没有关系，也应该在事后将这些问题整理反馈上去，对吧？啊，不愧是希儿姐姐呢。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了。类似的工作，苏莎娜过去也做过很多哦。我肯定没有希儿你这么心细啦。不过，虽然长期工作也很重要，我们眼下还是要优先解决无帽者的问题，对吧？走吧，我们去最后一间屋子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你们好呀，请问是来找谁的？小朋友，你好呀，请问你家大人在家吗？爸爸去上工了。那妈妈呢？家里只有我和爸爸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不用道歉呀，姐姐，你们是警察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这么想？我一直在等着你们呢。书上说，报警之后就会有警察上门收集证据，所以我这一整天都在等你们。难道昨天晚上给治安维护所打电话的就是……就是我呀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们不是警察，但我们是警察的同伴，来自一个叫做天命的组织。我知道天命，就是那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，对吧？那不就也是警察吗？或许可以这么说吧，至少现在我们正在维护长空市的和平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借助每个人的力量。可以把你昨天晚上看到的事情告诉我们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为了这一刻，我已经练习了好久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，边看书边等爸爸回家。爸爸在建材厂工作，因为城里很多地方都被坏人团体袭击了，所以爸爸每天晚上都和其他叔叔一起巡逻，回来的非常晚。一般来说，我坚持到晚上11点左右，就会开始犯困了，所以从来没有成功等到他回来过。我懂的，每次我熬夜念书，也都会变成这样。但是昨晚不一样，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嗡嗡嗡的声音，把我吵醒了。我从窗口探头往外看，发现街上来了一伙披着斗篷的人，他们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，挨个从我家门口走过，直奔街尾的一间仓库去了，动作非常轻。我看见他们走到仓库门前，却没有拿钥匙，也不敲门，而是直接用一个奇怪的工具在门上开了个大洞。我想，那一定就是爸爸说的坏人团体吧，所以我马上给警察打了电话。可是他们一开始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我解释了半天，他们才答应派人过来看看。是因为报警人是小孩子，他们就大意了吗？怎么能这样？也太不靠谱了。那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，在警察过来之前，那些人就离开了，外面也安静下来了。结果，我就一不小心睡着了，在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白天了。警察姐姐们，你们抓到那些人了吗？我们很快会抓到他们的，你不用太担心哦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你看，我们不是已经在这里展开调查了吗？这孩子是无帽者的目击者，在这里引导他一下，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。
那个吵醒你的嗡嗡嗡的声音，你觉得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时不时能听到那个声音，虽然不是很大声，但断断续续的一直响着，像蚊子一样，还是很吵。以往如果有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动静，隔壁爱喝酒的叔叔肯定要大声骂人了。不过昨天晚上他那边倒是非常安静。你以前有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吗？这么说起来，去爸爸的工厂参观的时候，我好像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，只是那时候和爸爸抱怨，他还不相信我。爸爸听不到的声音，该不会是爱因斯坦博士说过的？对了，小空，你还随身带着马克兔吗？啊，马克兔吗？我确实还一直带着它，怎么了？能请你把它拿出来吗？对，跟这个声音有点像，嗡嗡嗡的感觉是一样的。难道它指的是马克兔发出的声音吗？倒不是马克兔本身啦，我想他听到的应该是机器运行时部件发出的高频振动声吧。爱因斯坦博士说，老式显像管里的电磁线圈就会发出类似的声音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家里收藏的一些古董机械也会发出这种声音。高频率的声音很难被人耳捕捉到，大部分成年人都听不见这种声音。这孩子应该属于对高频声音比较敏感的类型，才能听得如此清晰。马克兔身上的一些部件也款式比较经典，所以才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吧。但是无帽者使用的设备不都是？为什么也会有这种声音？警察姐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这孩子是无帽者的目击者，在这里引导他一下，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。除了披着斗篷以外，那些人身上还有什么特征吗？我想想，对了，有件事情非常吓人。吓人？是这样的，那些披着斗篷的人在门上开洞以后，有一个看上去像是头领的人指挥他们一个一个进屋，他自己就站在卡车边上等着。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头领站的位置刚好就在卡车的后视镜下面，从我的角度透过那面后视镜可以看见斗篷下面的脸，所以我就看了一眼。然后呢？我发现斗篷下面根本就没有脸。没有脸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黑漆漆的一片，完全看不见他的脸，连眼睛都看不出来。然后呢？你还有看到其他什么吗？没有了。我刚看了一眼，他就突然举起手，一拳打在了那面后视镜上，镜子碎掉了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该不会发现你在偷看了？应该没有吧，因为他砸碎镜子后没有回头，而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，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。这举动听上去更诡异了。该不会又让我撞见幽灵了吧？别紧张，苏珊娜，会变成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先把这件事记下来吧。可是喜儿，你的脸色也很不妙呢。警察姐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这孩子是无帽者的目击者，在这里引导他一下，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。你说他们朝着街尾的仓库去了，那里平常存放着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有位老人住在那里面。
他从来不和人打交道，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些什么。啊，街对面的老伯伯还总是跟大家抱怨这件事呢。原来是那个老伯伯提到过的仓库啊！警察姐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这孩子是无貌者的目击者，在这里引导他一下，或许能问出更多重要的情报。这些情报已经很充分了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一定会解决无貌者引发的事件。到时候，你的爸爸也能早早回家陪你哦。辛苦警察姐姐们啦！总算问到一些跟案件有关的情报了。希儿姐姐似乎一直在思考的样子，是注意到了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？我也不是很确定，总觉得刚刚问到的事情里存在一些细微的矛盾，但是又没办法一下子想明白。总之，接下来我们就去现场勘察一下吧。结合大家的证词，案发现场应该就在北边这条街的尽头。